你杀了清平，周老爷也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。就算你要嫁给周廷琛，你觉得周老爷他会愿意吗？你们家呢？你们家愿意你跟那个地痞无赖结这个亲吗？你没有选择了，你只能嫁给我，杜允堂。清平不是我杀的，我跟周廷琛的事情与你无关。还有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你。可是我愿意娶你啊，你就气吧，反正怎么着，你也斗不过我的啊！狗票啊，上。哦。杜允堂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就想把这个条幅放在你们家门口，挂上3天3夜。到时候整个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在追求你，那其他人当然不敢了。特别是周廷琛也不能娶你了。杜允堂，你这是爱我呀，还是恨我呀？当然是恨你了。把你娶过来，所有事情都搞定了。你没听说过不是冤家不聚头吗？好啊，我童玉婉最不怕的就是无赖耍横。走着瞧。好啊，走着瞧啊。童玉婉，我爱你。杜允堂简直是荒谬，是我让他亲自上门认错，那我是让他给玉婉低头认罪呀。你说说，这弄得求婚成猴戏了。哎呀，哪管得了那么多呀？你看我手里这些欠条，如何是个了局呀？这，哎，上次点的那些钱这么快就用完了？哎呀，这个森下洋行啊，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，专门拿大钱砸人。我们华商商会90%企业都负债累累，这个杜允堂啊，毛病是不少。不过杜家还是很可靠的，要不然咱们服个软，让女儿嫁到杜家去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一提杜家的婚事就绝食啊？你要什么时候想吃啊？苏西就给你送过去。我不想吃，我就是不吃。什么时候把我饿死了，阿玛额娘就高兴了。小姐，我让大头给周少爷传话了，他说今夜12点角门外后大街海枯石烂，不见不散。天哪，我好激动啊！我的心跳好快哦。苏西，明天这个时候，我是不是已经跟廷琛在公海上赏月了？太感动了，小姐，私奔这件事儿实在是太浪漫，太感动了。要是被老爷和太太知道了，非急死不可。我只去3年，又不是永远不回来了。3年啊！苏西，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。总有一天你就会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比自由和爱情更美好的东西。小姐，那你可一定要回来看我。苏西会想你的。苏西没有你，我脑袋就像一团浆糊。有了你这个糊涂丫鬟，我的脑子才会变成浆糊呢。小姐睡了吗？苏西在房里服侍着，我去看看她。糟了呀，是太太，她眼力最尖了，不会让她看出什么破绽吧？没事儿，我有办法，你先回去。好。
这傻孩子，你的这点心事，瞒得过额娘吗？哎呀，你们俩门第悬殊，你吃的用的，他摸都摸不着。他心里到底真正是怎么想的，你一辈子猜都猜不透。你就这么拼了命的要跟他走，就真的能幸福吗？啊？这是你最心爱的手袋，你就想好了今天晚上要逃，对吗？你就为了一个男人，要抛弃养育你20年的阿玛额娘吗？额娘疼了你20年，那就再疼你一次吧。额娘，玉婉，你真是太单纯，太轻信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和你私奔，周廷琛要付出多少？你的荣华富贵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，他的权力地位是用血汗拼出来的。这样的男人，你真的了解吗？他真的愿意为你放弃一切吗？额娘，他情比金坚，我相信他。哎呀，好，额娘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今天晚上，童家大门都不上锁，放我女儿自由。可是，如果她要是负你，我宁死，我也不想看到你被人抛弃。额娘，你走吧。额娘，我叶赫那拉氏的女儿，不要这么磨磨唧唧的。要走，那你就走吧。阿玛，额娘，多保重。女儿一定会幸福美满的回到童家。珍重。
大头，大哥，去通知玉婉，让他不要过来。好。童小姐，大头，你大哥呢？童小姐，出大事了，你自己先走吧，要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出什么事了？我要见庭琛。童小姐，你先走吧。是日本浪人，要不要向沈将军求援？是我让人毁了日本人的鸦片馆，不能牵连到沈将军。大哥，今天就别见童小姐了，太危险了。不行，刀叉护海也拦不住我，今夜我非带玉婉走不可。大哥，大哥！怎么会这样？我全身都不听使唤。大哥，你是不是烟瘾又犯了？不可能，我已经戒掉烟瘾了。庭琛，庭琛，我看见你了。少峰，帮我去救玉婉，把她带回家。我不想让她看见我这个狼狈的样子。去吧。记住，不要告诉她我为什么不能亲自救她。庭琛，大哥，庭琛，放手，放手！庭琛，庭琛，他为什么走了？他为什么不管我呀？大哥他不想见你。不可能，我们约好的。他已经向沈将军辞行了，但是难道他想反悔？童小姐，大哥跟着沈将军出生入死10多年，才有了今天的成绩。他觉得他的决定太草率了，所以要再考虑一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和你私奔，周廷琛要付出多少？你的荣华富贵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，他的权力地位是用血汗拼出来的。这样的男人，你真的了解吗？啊？不可能的，他那么重情重义，不可能辜负我的。他已经回家了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好，如果你不怕心碎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见他。医生，我怎么样了？周先生，因为你在戒除鸦片期间服用了高浓度的止痛药，所以你现在的毒瘾更重了。还有办法解除吗？不太可能。周先生，我先告辞了。廷琛，廷琛，原来你真的在家里。少峰，你怎么把他带来了？
童小姐她非要来见你一面，她说放不下你。廷琛，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找你，你为什么抛弃我，不管我？为什么？少方大头，你们先出去。我还有很多事没做，不能全身心的拥有你。我们这种人，注定要孤独终老。家人、妻儿、朋友，没有一个能陪我们走到底的。所以，你一直在骗我，对吗？你敢爱，不敢承担。你无法抛弃沈志佩给你的权利和地位，对不对？是，我对不起你。对不起，廷琛，你跟我说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让你受惊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廷琛，我们不去欧洲也行，去哪里都可以，我不会强求的。只要我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，让我们一起面对那些流言蜚语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不能答应你。少峰，送云婉回家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男人反悔是不需要理由的。我送你回去。可是我回去就要被迫嫁给杜允堂了。你相信宿命？宿命就是冥冥之中的因果循环。杜允堂爱上了清平，结果清平因为你的几句话命丧黄泉，然后又阴差阳错的，你只能代替清平嫁给杜允堂。你说如果这不是宿命，还能是什么？我不相信宿命，可是如果连廷琛都不能相信，我还能相信什么？乖乖回去睡一觉，好好接受你的宿命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为什么？你问我？砸！再砸！再砸，你娶的人都不会是佟玉婉。你已经毁了娘的一生，为什么又要来毁我的幸福？你的幸福，你的幸福就是抛弃老子，带着那个女人去外面潇洒。你把老子放在哪里啊？我只想带着我心爱的人，离开这一切是是非非，去过平凡的日子，难道有错吗？就为佟家那个臭丫头，你要离开我？好不容易享你的福，鸡飞蛋打，凭什么？你想过吗？我为什么要离开？我以为我戒了毒，我就能带着玉婉离开，离开这个让我回忆起来都会钻心痛的地方。我只有离开这里，我才能忘记娘这一生对你的期盼，对你原谅的眼神，忘记他临死之前的眼泪，忘记这些年我在刀尖上过往的日子。可是你呢？作为娘这一辈子的依靠，你毁了她，你让她这一辈子痛苦地等待着你痛改前非。可是最后还是让她孤独无助地死去，连到临死之前还在为你说话。为了娘的一句话，我一直守着你。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原谅了你对她所做的一切。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，你都看到了。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可以让我放弃一切的人，可是你为了你的鸦片生意，你毁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你让我跟你一样，成为一个辜负爱人的禽兽。不是这样的，儿子，是你毁了我。儿子，不是这样的，儿子，你先冷静地听我说。其实我一直都很痛苦，我也知道我错了，就是因为你娘走了，我才不想你离开我呀，儿子。这些人全都是命，你不能怪我，是上天。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你和佟家的丫头没缘分。你听我的，爹回头给你找个好姑娘，啊！儿子。你放他去私奔，简直就是糊涂、溺爱、伤风败俗。老爷，太太，小姐回来了。你居然回来了！李少爷，非常感谢你把我的女儿送回来了。佟夫，送客。是，李少爷。佟老爷，佟夫人，我大哥也是逼不得已才这么做，他并不想得罪佟家。李少爷，我家玉婉难道还愁嫁不出去吗？小女和周家的缘分，依我看，是我们高攀不上了。还请李少爷代为转告那位黑鹰，让他知道其中的进退规矩，别再纠缠我们家玉婉了。可是你再告诉他，一个姑娘家，不能被同一个男人羞辱2次。谢谢李少爷今天德高仗义，把玉婉送回家，来日我定会派人去登门答谢。请回吧。李少爷，请。少峰告辞了。
请。额娘，跪下！额娘，我知道我给滕家丢脸了，可我实在没有想到周廷琛他会辜负我。我早就看出周廷琛不是什么好人。他如果是真心爱你，他就会2次3番的跪在我们面前，求我们把你嫁给他，而不是让你低三下四的去跟他私奔。额娘，他已经为了我一再改变，一再求全了。如果他再一次次的下跪求人，我才不会爱上这种没有骨气的男人。等你长大了，你就明白了，一个不肯为你一次次委屈自己的男人，永远都不会真心疼你的。今天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，从明天开始，你收拾好心情，准备嫁给杜家。额娘，额娘，就让我一辈子伺候你们2老吧，别让我嫁给我不爱的人。可是你爱的人又是如何对你的？当年我也不爱你阿玛，可是后来我还是嫁给了他。叶赫那拉的女人不能只考虑自己，还要有家族的责任。可是你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责任。额娘，我告诉你，从你踏入佟家那一刻起，你就再也没有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利，你听见了吗？玉婉，额娘阿玛骂你说你都是为你好啊！我不想让你好一辈子，苦的都嫁不出去，成了老姑娘。嫁给杜允堂不是最好的选择，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啊。现在嫁给他也只能是最好的选择了，你就听话好吗？额娘阿玛永远都是最爱你的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我们要用一场最体面的婚姻，让全上海的人对我们佟家刮目相看。苏西，去把杜少爷请过来，就说我要跟他商谈婚事。是。伯父啊，我听说佟玉婉小姐有心上人，如果允堂和佟小姐成亲的话，我怕他们……好事多磨，他们需要更多的磨合才能圆满。不过现在还有一件事，比这婚事更加棘手，更加难办呢。伯父，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。现在孙中山先生急需资金，但敏如还在狱中，如果他出了什么纰漏，我们怎么给孙先生送钱？不过，我拿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。还有，这是我们的暗棋拿到了日本人对静邦街的改造计划。暗棋啊，他是我们的秘密部署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啊，看来有太多这样的人为国家存亡在全力奔波。这样吧，你拿10万块给敏如，去帮他打点，还有另外支出100万给孙中山先生。我豁出去了。谢谢伯父。伯父，孙中山先生和我们的人一定会全力保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。哎，大头，你看，这上面写着，你是不是昏头了？我不识字，你不知道？这上面写的说佟家小姐要嫁给杜家2少爷了。不是，这时候你让大哥看见这个，你不要命了？
哥，大哥，这个杜允堂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对，童小姐才不稀罕他呢。不管是不是杜允堂的一厢情愿，童玉婉的事情都与我无关了。我之前还担心大哥受不了打击呢，现在放心了。哎，大哥，女人如衣服，兄弟是手足啊。是，大哥，要不您去沈将军那儿再把辞行信给要回来吧，再做回您威风八面的黑鹰，多好啊！是啊，大头说的对。周廷琛啊，周廷琛，自己心爱的女人要嫁给别人了，自己却只能窝囊地躲避一切。周廷琛啊，我还真是看错了你。你居然还能这么悠闲地活着？我死不了，我死了，谁还能看出你的心思啊？看我的笑话呢？是，不过我更关心你的病。你现在都已经病入膏肓了。哦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学过中医，如果你相信我，我可以帮你搭一下脉。大哥，他是乱倒，不可以。我相信他不会暗算我的。那可不一定啊，暗算不暗算，那要看我的心情。怎么样？我看过鸦片成瘾之人中，你的毒瘾最深。这还不算，你七情郁结，伤了一个女人的心，而自己却比对方更加的痛苦，生无可恋，恨不能一死。日本人用鸦片害了我，我会找日本人算账，但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自寻死路，更不会给你机会再次刺杀沈将军。你以为我不刺杀沈之沛，他就能振兴上海？沈之沛和其他的军阀没有什么两样，只不过在你周廷琛的眼里，他还算是个大英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话？沈之沛想一方平安，周围军阀却觊觎上海的富庶，会不停的明争暗斗，兵戎相加，于是他不得不购买军火，不得不大肆扩军，不得不寻找列强武装的支持。军阀割据一日不除，没有一个地方军阀能奢谈爱国爱民。周廷琛，这些你想过没有？我只相信一个义字，将军待我以义，待军队以义。你一个女流之辈，根本就不懂得男人之间的忠义。你秉承一个义字，杀了那么多人，却只是保住了一个沈之沛。我要是听沈之沛的，你早就已经死了10几回了。你是不是不舍得杀我？你别误会，我对你没有感情。那可不一定，没准儿啊，你已经喜欢上我了，而你自己却还不知道呢。我只是觉得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，别人在这里度日如年，而你可以在这里泰然自若。或许你的背后还藏着更深的秘密吧。秘密？哎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我的秘密是什么。我的秘密就是，我爱上了一个我不该爱的男人。胡闹！你要是个男人，
或许我会把你当兄弟，可是我是一个女人，你还会爱我吗？我就没把你当成女人。还有，你根本就不配看这本玉离文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可以真真正正意识到我是一个女人，我死也瞑目了。但我现在还不想让你死。大哥，你真的要去毁了日本的鸦片仓库吗？日本人利用我爹，毁了我的一生，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报仇雪恨。大哥，我们跟你去。你们两个和少峰，帮我去查一下刚才敏如的那本书，到底是什么人送进来的？我怀疑他是上海富商勾结乱党的中间人。从他的言谈举止来看，他主子的能量非常大。我要查清楚，他会不会再针对沈将军？大哥，你这哪是什么生无所恋啊？你一心还惦记着沈将军，还想支开我们几个保全我们。大哥，你还是抛不开情义2个字。可我还是抛下了童玉婉，让他一个人孤单单地站在风里。是我把他抛进了炼狱。他是谁？华商会会长，杜瑞达手下的总经理。我想见一下敏如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是她男朋友。什么？大声点儿！男朋友。汉元，好疼啊！吵什么？你对她用刑了，她是个女孩子，老实点。这是上面的命令。上面是不是他？进去。好你这黑心的黑鹰，你心肠好狠，连弱女子你都不放过。你来是代表你自己，还是代表杜家？我自己，我特别讨厌像你这种给军阀做走狗的人。可惜，你连走狗都打不过，怎么跟军阀叫板？只要你今天打赢我，我就让你探监。你真不怕死？我不会放过虐待小茹的凶手。放他进去吧。是。杜氏实业的总经理，哼，事情果然没那么简单。小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们真在打你啊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放心，我还没有暴露。
杜先生正在设法营救你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你放心，周廷琛，他不会拿我怎么样的。为什么？我有一种感觉，黑鹰身体里流淌的血液，并不冷。这里是森下银行的仓库，是租界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炸你们鸦片仓库！你在什么时候潜伏在我的心？为什么我不能肯定？我们共度多少曾经，我的关卡有你背影，总在遥远的附近。在爱情面前从来不认命，最后爱你如命，太早遇见，太晚发现，辜负了命运的记忆。不管是否或10年铸造的感情，还是有命中注定，能不能和你约定，回头相守云淡风轻？说什么患难才能见真情？说什么命中注定？事到如今才相信。